昏暗的船舱里，我和一群脏兮兮的女孩等着被卖去东南亚。不同的是，其他女孩是被骗的，而我是自愿的。我要找我的妹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一群老鼠眼睛闪烁着光，它们在打量我们。两只健硕的猫揣着手，闭目蹲在不远处。猫鼠和谐，如果在外面，我一定觉得好笑。现在，老鼠把我们这些女孩当作食物观察。猫在等一只勇敢的老鼠先冲出来。猫鼠都没有惧色，只有我们这些女孩带着绝望和恐惧的眼神求老鼠不要过来。逼仄又带着恶臭的船舱里是躲不开那么多老鼠的攻击的。我和妹妹出生在一个边境的偏远村寨里，母亲早年跳崖身亡，跟父亲长大。我从小被卖给隔壁寨子里的男孩做童养媳，妹妹长大后，父亲也要把她卖给村里的一个40岁的男人生娃。我和父亲大吵一架，他喊女娃娃生来就是给男人换钱的，见他拿起刀要砍死我，我恶狠狠地朝他喊，想砍死我得问问我家公公，我可是他花钱给他儿子买的媳妇。没多久，村寨里远房的表叔回来了，他说东南亚发达的嘞，每天打电话就能赚1万多，1万多哎，寨子里一年的收成也不过3000多块。我觉得出去工作比卖给别人当媳妇好。父亲见钱眼开，有1把块的收入也就同意了。父亲每天盼着妹妹寄钱回来，我每天盼着妹妹报个平安，钱和平安都没等来。村里有人在3级片的影碟上看见了妹妹，村民们下流的目光在我身上流转。哎，你妹妹，展颜这丫头当明星嘞，光溜溜的得劲儿。我走了30里山路，偷偷去店里看那张影碟。歹徒戴着面罩挟持了一群学生，妹妹在里面演学生被歹徒强奸，白色粘稠的液体从她的头发缓缓渗入，粘在她的脸上，眼神空洞，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人。其他女生尖叫着我的展颜，我的展颜。他认命地被人摆弄着各种姿势，我的血液不断上冲，我愤怒地说不出话来，栽倒在影碟店里。我想睁眼，怎么也睁不开。我还要去找妹妹，我不能晕倒，不能晕倒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用力睁开眼睛，挣扎着起来，可恨自己竟然亲手把妹妹送进了狼窝。电影我只看了一半，跑出来到处找公用电话，我给表叔打电话，没有人接。我又跑着去公安局报案，警察详细的问过之后，让我回家等消息。我在大街上无助地蹲在地上，不住地哭。你个王八蛋，把我妹妹卖到哪里去了？到哪去找我的妹妹呀？一个人轻轻拍了拍我。报案不能只在这里报案，也要到东南亚当地去报案。我见过展峰，但是不知道他具体在哪。这个人让我叫他卡哥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但是他既然知道我叔叔的名字，一定有用，即使可能被他卖掉，我也要冒险一试。我和其他被拐来的女孩一起关在这个船舱里，终于挨到了目的地。我去报案，告诉了警察影碟的名字。警察们根本不问案件具体信息，却聚在一起看着影碟淫邪的笑。我一日日地催促警察，他们次次推却。一个警察说：哎呀，妹妹呀，咱们人手实在不够，你再等等了，她那么大人了。一个警察说：你都不知道她在哪失踪的，我们怎么去找啊？你去别的警察局找她了。一个警察说：我们在找了，你放心的啦。一个警察说：苏公子那么有钱，指不定你妹妹有钱了，不想回来了。
影片里的扮演劫匪的其中一个人是东南亚一个大人物，名叫苏成。卡哥不知去向，我知道这个人一定还会再出现。我在警察署门口蹲守，合情合理。终于有一天，卡哥和一个警察勾肩搭背的出现，看上去关系不错。我上去求他能不能帮忙让警察找着我妹妹。他神情古怪，但还是叹了口气，让我跟他走。他说展颜的事他知道点，但是有个条件。我没等他说完，就告诉他我什么条件都答应。过几天，展颜竟然真的神奇般的被送回来了。我看见他的时候，瘦的皮包着骨头，身上都是排泄物，围着个毯子，小脑袋缩在里面，一会儿认识我，一会儿不认识，一会儿又喊着苏哥放过我，我不拍了，不拍了，一会儿又拉着我的手让我救他回来就好。我拉着他回了酒店，替他清理身体，穿了衣服，哄着他睡觉。他拉着我喊姐姐我怕，然后呜呜地哭。母亲去世的时候，妹妹3岁，亲眼看着妈妈从悬崖上跳下去，她咿咿呀呀地跑着去追妈妈。我抱着她也是这样呜呜地哭，哄睡了展颜。我出来郑重地给卡哥跪下，卡哥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这条命就是卡哥的了。我和卡哥商量，想把妹妹送回家，我留在家里照顾展颜一段时间。卡哥说可以给我父亲一笔钱，想着父亲到时候看在钱的份儿上，也能好好照顾展颜。我感激涕零，送卡哥走，越来越看不懂卡哥是什么人，但是顺着他，我一定能找到害我妹妹的凶手。没想到送完卡哥回来，我的父亲正光着身，一具干枯，黑瘦的身体就像一头勤恳的老牛，淋漓着汗水，滴在了苍白的大地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？一种什么样的情感？大地以一种什么样的情怀拥着他愚昧调皮的孩子？没有反抗，也没有强迫，一切那么的寂寂，有腥味儿，混杂着什么花朵的香气徐徐飘过来，后面有血的腥味横冲直撞过来，血滴进了大地，仿佛那才是他的归宿。同宗同族，瞬间融合一体，哪里还找寻得见？我和妹妹都没有上过学，识字算术都是妈妈教的，小时候还托人买了书给我们看。小时候妈妈还经常唱一首歌，我们都听不懂，爸爸也听不懂。后来我和妹妹都会了，爸爸有时候也会哼哼。妈妈不喜欢爸爸，我把他埋在了离开家乡的路上，一个很小很小的坟。爸爸一辈子都不知道那首歌的唱词。我和妹妹认字后，我们知道了。凄风苦雨，凄风苦雨血染遍，寡妇孤儿叹时间。日劳腰酸忘快晚，夜泪灯残不睡眠。乳燕展翅上青天，为借为娘心欢心。明日孝昌去应试，唯望我佛尽一怜。指望他日后能够雪旧恨，不怕奸贼手遮天。冤仇似海报有望，办事辛劳心也甜。我和妹妹跟着卡哥走进了丛林，卡哥的人提着枪，分散在周围护送。我看不出哪里有路，除了腐烂的树叶、毒蛇、蚊虫，就是泛着诡异光芒的水坑。卡哥走得熟门熟路，仿佛游走在这里的珍禽异兽。这里是他的家，丛林里的大雨始终都在下。走了一日夜，卡哥突然下令停下。就这儿吧，卡哥说。我还没搞清他在对谁说，就听接连几声枪响，我和妹妹吓得抱在一起。我偷眼看过去，刚才护送我们的几个人竟然饮弹自尽。我抱紧妹妹缩在一起，这时不知道又从哪里跳出个人，对着卡哥说：“5个人，检查过，干净了。”卡哥嗯了一声，把目光转向了我们。那个没见过的人又跳进树丛，没了踪影。卡哥一把拉起妹妹，
把刀抵在他的颈间。我被他的动作吓呆了，哭着想要掰开他的手，求他放过妹妹。卡哥用手肘一把掀开我，沉声问展颜：要活还是要死？展颜被他抵着脖子，屏息流泪，哆嗦着说：要活。苏城让你做什么？卡哥继续问。他让我把你的每条运毒线路都告诉他，完事就找机会杀了你。展颜哭诉。我指着展颜气结，是卡哥把你从苏城手里救出来，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？我用尽力气不断地抽他的耳光，展颜也泣不成声，低低地哭。这是我第一次打他，我不动手，我怕卡哥不会饶他。他给你注射毒品了。卡哥的话平平静静，我的头发被雨水打湿，遮蔽了我的大部分视线。我看见展颜艰难地点头，我合眼痛苦地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说怕我送他去戒毒。显然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如果我现在告诉卡哥我想反悔，我不能贩毒，恐怕他会杀了我们。毕竟连这条越境线路我们姐妹也走过了，剩下的路只有我和妹妹还有卡哥，当然可能还有暗处的一个人，或者更多我不知道的人。路走得越来越慢，我和妹妹的体力消耗很快。卡哥不断地停下等我们，没有催促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已经不是那副或淫邪或圆滑的面孔，他变得沉稳机警，就像一条灵兽，一条狼。路上妹妹说她想小便，我看她的样子，我知道这是毒瘾犯了。我心疼地看着她去。卡哥走过来，一只手拍拍我的肩。终于到了卡哥的地盘，我把妹妹关进了木屋。毒是必须得戒的。卡哥变得很忙，好在只是偶尔出去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寨子里。母亲从小告诉我，毒品万万不能碰。可是为了救妹妹，我竟然和毒贩做了交易。我们村寨有很多吸毒贩毒的男孩，从小就被送过去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都能留下很多钱。像丛林里自尽的男孩，早就是商量好的价钱。他们用微不足道的命给家里人换来新房子，换来米面。家里人会给他在风水好的地方立衣冠冢，进家族祠堂。在我们那里，换过老大的马仔是没人要的。人心活泛了，就不会为了家人舍命了。天气晴朗的一天，寨子里到处挂上了红绸子。卡哥破天荒地来陪我吃饭，他往嘴里扒着米饭，若无其事地说：嫁给我怎么样？我低头不自然地笑笑，只要卡哥不嫌弃，我愿意。我不知道卡哥为什么要娶我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我可以帮他扳倒苏城，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但是我只想替妹妹报仇。婚礼上，大家喜气洋洋地给卡哥劝酒。展颜在木屋里哭喊，卡哥脸上挂着一张喜气洋洋的面具应付，内心里有着我永远也猜不透的隐秘。喝到一半，有个手下竟然犯了毒瘾，卡哥是严禁手下吸毒的，这下面具也没了，叫人拉走关起来。很快，那人的哭喊和妹妹的哭喊混合，太过惨烈，我有些站不住了。卡哥扶着我，招呼兄弟们散了。这里的气候湿热，可我控制不住的发抖。展颜喊了这些天，骂我不是人，问我还有没有良心。是我把他送去鬼门关的，他让我给他药，给他药。卡哥用毯子把我围起来，紧紧地抱着我，我的牙齿打颤，仿佛戒毒的是我，不是展颜。卡哥给我安眠药，我抖着手吃进去，咬碎，又抖着手摔碎茶杯。我恨苏城这个王八蛋，祸害我的妹妹。我也恨母亲早早跳崖，扔下我们姐妹。我的亲生父亲做些猪狗不如的事情，
竟然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我恨自己为了救妹妹杀死父亲，我恨这个世界，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活着？是啊，我又睁开了眼睛，回到了这个肮脏的世界。卡哥笑着进来给我送早餐，阳光从他的身后照进来，就像电影里的邻家哥哥。没有人想到他是个毒贩。我仰头笑着谢谢他，吃完饭跟我出去一下。他把粥盖打开推给我，从油纸里掏出几只可爱的小包子，笑着递给我道：你需要去跟着苏丽一段时间。苏丽是苏成的父亲，我是以卡哥妻子的身份见到苏丽的。见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和这个叫苏丽的都愣住了，我和他长得太像了。卡哥笑着打哈哈：苏总，不请我们坐吗？苏丽50出头的样子，比卡哥看上去更加波澜不惊，更加让人看不透。他敛了眼神，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。苏丽向后靠了靠，问：这个女子多少钱？开个价。卡哥狡黠：这个可是我的新婚妻子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2000万。苏丽弹弹烟灰道：我们昨天才结婚，还没圆房呢。卡哥说：4000万。苏丽吸了口雪茄。卡哥为难道：苏总，您误会了，这不是钱的事，我和展玲是真心相爱，况且贵公子刚给妹妹展颜注射了可卡因。苏总的手下突然拔枪对准我们，卡哥手下敞开衣服，里面裹满了炸药。苏丽摆摆手，手下放下了枪。你想怎样？苏总问。打断苏成2条腿，钱我1分不要，分享给苏总我的内地线路，我要55分成。卡哥一把拉过我，在我额头狠狠亲了一口。兄弟可能误会了，我是正经商人，毒品我不碰的。苏丽说得平平静静。卡哥起身搂着我，转身就走。我答应你。苏丽靠在沙发上动也没动。小时候，父亲曾经想让母亲去做妓女，母亲不同意，父亲就每天打她。有一天，母亲瞪着眼睛逼视父亲说：只要我想，我就还能回去。直到母亲跳崖，我也不知道那句话有什么魔力，让父亲再也不敢对他抬手。苏丽替我解开了谜团。苏丽靠拐卖内地妇女发家，母亲就是被拐卖的其中一个。途中被苏丽看上，但是母亲不肯继续干这种勾当。苏丽不知道母亲已经怀了我，一气之下就把她卖给了我父亲。忌惮苏丽，父亲就把我留了下来。我现在已经改口称呼苏丽爸爸。他给我专门配备了医生，给我检查身体，做了饮食规划。我不会傻到认为他这种人是想弥补我的父爱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把我当成了花盆，这个花盆里长出的不是花，是器官。我是爸爸给自己养的器官。卡哥说让我跟着苏丽，可是他没说是让我来做花盆，用我的命做代价。苏成却只是断了双腿，我不甘心。他从小锦衣玉食，有专人拐卖女人送给他玩。失去了双腿的苏成再也不能替爸爸做脏事儿，养在了家里。佣人打翻了汤，他正在朝佣人大发脾气。我在厨房拿了剔骨刀藏在身后，一步步走过去。他瞥见我：你就是那贱货的姐姐，展颜那烂货可真是爽啊，你得谢谢我哥们几个。似乎又想起什么，眯着眼睛。那腿我边走边笑，呵呵，是啊，苏成，我这不是已经让爸爸带我谢谢你了吗？我扫了眼他已经残废的腿，又盯着他的眼睛。他突然暴怒，要说什么。我已经做完了我想做的，血从他的颈窝里喷出来。当日父亲趴在展颜身上，我也是这样，既不吵也不骂，压下自己的愤怒。因为机会不多，手必须稳，
一旦一击不成，身体力量的悬殊，我就再难杀死他们。我只想让他们死，他们太脏了，一刀身似一刀，要死绝。佣人大叫着跑出去，跑了2步就跌倒，一点点地往外爬。爸爸进来的时候，我扔了刀子就坐在那儿，他依旧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沉声问：给我个理由。他强暴了展颜，还给他注射了可卡因。我说。他又坐在那张沙发上，看着我，点燃了雪茄。我是说，给我个理由不杀你，你是我亲生父亲，帮我惩罚了苏城，我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，包括做您的花盆。我说，我有10几个孩子，不差你一个。他说，也不差苏城这一个。我说，他干笑2声，又看看已经被收拾干净的地面，说道：好，不愧是我苏丽的孩子。说完就回了房。我光着脚把自己浸在浴缸里，顿时水被血染红。爸爸用直升机把我带到了一个山坳里，进来的时候蒙着眼睛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国家。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来接受训练，除了格斗还有枪械一类。我让爸爸把展锋找来了，拿掉他的头套。再次见到我，这个表叔惊得跪在地上磕头，冰凉坚硬的石板把他的头硌得都是血。他恍若不知，我把他绑在柱子上当靶子，每日练习匕首，听着他的嚎叫，我才能练习得更加卖力。等他实在没了利用价值，父亲让人把他扔进蛇洞，扔了蚂蟥，找人看着，让他慢慢的死去。他被人拖出去的时候，虚弱地喊着：苏总饶命，展灵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你是苏总的女儿。我头也不回地跟着爸爸走出了训练场。用早餐的时候，爸爸若无其事地问：你和那个卡哥感情很好？又自顾沈笑，哼哼，要是真的好，他就不会把你卖给我。我不明白他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我说不好，他曾经帮我救出妹妹，这个苏丽他自己清楚。如果我说好，那他是不是会更加戒备我？一旦行差踏错，那个蛇洞大概也是给我准备的。我尽量不带任何感情的沉声道：他曾经救了展颜，但是他也从我身上获得了巨大利益。两清了，要不要我把展颜给你要回来？他将一块牛排放进嘴里，我看他一眼，他的平静就好像巨大的海洋，而我的平静之下是藏不住的叮咚溪流。我现在不知道卡哥究竟是好还是坏，如果放到苏丽手里，肯定也是威胁我的筹码。既然我和卡哥的目标一样，那么放在卡哥手里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团结。我现在什么外联设备都没有，对苏丽构不成实际威胁。卡哥现在和苏丽有合作，如果苏丽贸然让卡哥交出展颜，势必会影响双方平衡。内地那么大市场，我赌苏丽不会让事件失去平衡。横生枝节，我笑笑，那自然是好啊，也不知道他的毒戒的怎么样了。他一边擦嘴，一边煞有介事的点点头。现在生意太忙，等忙过了这阵子，就把展颜给你接过来。我开始跟着爸爸处理生意，他靠卖茶叶洗钱，以拐卖人口发迹，拐来的女人进行电信诈骗、色情直播、代孕、贩卖器官，儿童更多用来运毒和直播。整个网络庞杂的超出我的想象。他每天像个国王一样，用特殊设备幕后操控处理各种问题。他的每个孩子都在这个网络里成为他的黑手套。他把钱洗干净，装进自己的口袋。内地毒品市场他们垂涎已久，但是没有好的渠道人脉。很多年前拐卖我母亲那次也是九死一生。我一直以为卡哥是毒贩，原来他只是提供人脉和进行保护的。
爸爸说，卡哥的事谈得差不多了，要亲自带样品去内地见面，谈一下细节。我知道卡哥安排了2条运往内地的线路，已经成功过境过几次了。这次爸爸去内地，也是卡哥安排的保护，留下我继续代替他处理问题。山坳里除了飞鸟，什么也没有，和外面联络的机器都在山洞里，只能和固定的终端联系。安全方面，就算是一般轰炸，这里都能保全。突然有一天，外面的联络人全都消失不见了。按照规定，每分钟有专人汇报安全，他们集体失去了联系。我知道一定出问题了，可我什么也做不了。直升机没有父亲的允许，谁也不能启动的。普通手机信号被干扰器干扰。2天后，我没等来爸爸，等来了卡哥。他带着人包围了这里。看到卡哥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热泪盈眶。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我想跑过去扑向他，可是我一步也走不动，软软的蹲下身，低低的哭。他抱紧我，温柔道：“都结束了，苏丽在内地被捕了，我们可以过好日子了。”我在他怀里用力点头。卡哥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苏丽这棵大树。他给我讲了他弟弟的故事。卡哥原来叫蒙卡，弟弟叫猛龙。卡哥去外面上大学，弟弟猛龙学习不好，母亲做主，让弟弟接了爸爸的工作，去警察局做事。一次工作期间，大街上的马仔枪战，弟弟被流弹击中，当街丧命。可是那几个马仔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。他找机会想要杀了2个马仔，却被人打个半死，在床上躺了大半年。母亲失去了一个儿子，另一个又进了医院，悲伤加上照顾儿子的劳累，生生的给拖累死了。他爸爸的老同事看不过去，告诉他那2个马仔都是苏丽的手下，那天枪战是里面起了内讧，叫他别去惹事。蒙卡经过多年经营，卡哥的名头开始响起。那2个马仔早就被卡哥找机会做掉，苏丽却越发的风生水起。卡哥想找机会扳倒苏丽，这人却已经开始洗白。一次偶然，他发现了我，惊讶于我和苏丽长得太像了。那天看见我在电话亭旁哭，他就让人查了我的资料，原来是苏城作死送上门来，控制了展颜，给了他向我示好的机会。内地是个毒贩们都流口水的市场，但是也只能流口水，这个需要人脉，需要运毒线路。卡哥用提供人脉帮助和苏城交换了展颜，完成了获取我信任的计划。苏丽是个城府很深的人，身边铁桶一块，亲生子女也隔着心的，所以扳倒苏城也不一定能扯上苏丽。他已经洗白了，但是他想长命百岁，又指望着儿女以后能够在他需要的时候换器官给他。他不得不用钱和巨大的利益笼络，把我送去给他，就成了计划第2步。同时在苏丽那也说通了为什么他会救一个不相干的妹妹，是为了钱啊。苏丽这棵巨树太难撼动，卡哥选择和内地警方合作，借更强大的机器灭掉它。在2天前，多国警方同时出动，端掉了这个跨国犯罪集团。找到我也是早就做了准备的。那天见苏丽之前，吞了一个特殊处理的定位器，进了山坳后，信号就断了，本来也是找不到的。苏丽的人曾试图联系苏丽的时候，被他捕捉到了位置。天气晴朗的一天，我和卡哥回到了寨子。他拿出这些年拿命换的钱，遣散了所有人，给每个人都发了个大红包，转头笑着问我：“展玲，以后我们耕田种地生活，可以吗？”阳光下的他还是邻家哥哥的样子，我抚摸着他的脸颊，我愿意。
妹妹的毒已经戒得差不多了，还交了男朋友，就是那个在婚宴上犯了毒瘾的那个男孩。男孩叫巴利，毒也戒得差不多了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亲密得不得了。我看那男孩憨憨的，是个实在的小伙子，也就同意了。我们几个拎了些吃的，打算离开这儿的时候，一个人跳出来，抬着枪指着我们。这是2年前在丛林里能够迅速隐匿踪迹的那个人。卡哥挡在我们面前道：兄弟，这些年你跟着我也不容易，我这还有1000万打进你的账户，兄弟一场，放了我们吧。那人像狼一样的2只眼睛盯着我们说道：你滚开，我要的是他。展灵，我诧异，众人也都盯着我。卡哥又重新挡在我面前道：兄弟，这是我的妻子，同你和我一样，都是我的亲人。那人警惕地盯着我道：人归你，钱归我。什么钱？我疑惑。我盘算着我和那个人的距离，我故意向右挪了挪，想给他造成一定的盲区，方便卡哥夺枪。可是卡哥没有动。我心下寒凉，苏丽洗白了的钱，他的账户和取款方式只有你知道。那人道：他根本没告诉过我。我怒道：砰！他一枪打过去，我的心也跟着起跳。转身过去，巴利捂着胸口，口里往外涌着鲜血。巴利是扑过去救妹妹的，他最后看了眼妹妹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断了气。我趁那个人一瞬间的走神，划出袖筒里的手枪，避开枪口，迅速上膛。这个动作我在脑海里已经演练过一遍了，一枪解决了他。转身，卡哥恶魔般扑向妹妹，我一枪打向了卡哥。我把那人的枪捡起来，卡哥呕着血，伸着手看着那个人，烈日灼灼。我沮丧地问他：想要钱的是你对吧？苏蒙卡。卡哥给我看他光秃秃的户头，已经没钱了，哪里来的1000万？不是在骗这个神秘人，就是在骗我。卡哥的身手虽然从不表现，但是在曾见他在丛林里穿梭，一定也不会弱。我给他制造机会，他却不去夺枪，这还只是怀疑。当我迅速转身，他扑过去要挟持展颜的时候，那就是铁证了。他和神秘人是商量好了要钱的。苏丽的警告，我本是不信的。再次看到那个人跳出来，看他的长相的确有3分像苏丽。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就是弟弟猛龙，一对长得不像的双胞胎。他们的母亲也是苏丽的女人之一，怀孕后被卖给他们的警察父亲。苏丽注意到他是卡哥这个名号崛起之后，他警告我，卡哥是我的亲哥哥，不能在一起。我以为这是他想离间我和卡哥，加上苏丽给我的信息，真正的故事，我想应该是卡哥去接替了父亲的位置，被马仔打伤，影响生育。弟弟猛龙从外面回来，为了给哥哥报仇，又被马仔打伤。母亲照顾2个儿子，生生拖垮了身体。2人立誓报仇，2个兄弟艰难地爬向对方，终于握在一起的时候断了气。还有卡哥没有说出来的，既然后面的故事才是真的，那么展颜被表叔卖给苏城，东南亚警察的刻意推诿，除了日常懒政，也有卡哥的授意。我领着妹妹重新越过丛林，从原路返回了曾经的世界。路上看见父亲的坟，杂草丛生，展颜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，回到了内地，来到了大城市。某日，我艰难地把目光从书页上挪走，外面平静无波的江河流淌，刺眼阳光直射进来。我起身拉上一半的纱帘，妹妹还没有睡醒，也许早在父亲提议要把我送去做童养媳时，我就该拉着妹妹逃走了。陆明明就在身边，我为什么没有走呢？我想，那大概是书中所说的
认知吧，在那样的环境中，女人用身体给父亲、给丈夫赚钱是理所应当的。我不知道，原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还有另一套规则。我和妹妹留在了大城市长居，这里的女孩以身体换钱为耻，真好。中午，我开车带着妹妹去觅食，临近餐厅，哪里有人在哼唱着什么？左思右想，甚为熟悉。当我想到的时候，追着跑出来，余音难觅，消失在滚滚人流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